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在你的身边，是否也有一位这样如此坚强而温柔的伙伴呢？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温柔而坚强的战士——星穹铁道的刘莹。她的一面是战斗的萨姆机甲，而另一面又是含蓄害羞的温柔女孩。她在星海中找到了开拓者，以她无畏的勇气，牺牲了自己，保护了大家。如同夜空中的流星，照亮前行的道路。如此勇敢而坚定的小伙伴，就让我们一起来购织它吧。线材选用的是4股牛奶棉，大家可以依照材料表来准备所需的颜色。工具上使用了 2.5 的钩针、缝针、记号扣、剪刀、镊子、接着剂以及大头针。而成品的完成尺寸如图，供大家参考。我们从它的手开始，先使用肤色环形起针。第一圈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，接着钩织7个短针，钩针由上而下带出线来，钩织10字短针。我在第一个短针上放记号扣，以方便辨别它是第一针。接着剩下的6个短针，第一圈结束，收紧中间的线圈。接着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我们可以收紧最后的引拔针，减少引拔痕迹。之后的第2圈和第3圈，同样以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接着每个针目1短针，每一圈7个短针，而结尾也是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第3圈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之后，断线。我们可以将线头从第一个短针藏到织物背面，接着从第一个短针重新引白色的线，引线之后第4圈，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，先1针短针，而接下来的连续4个针目，织条后半针钩短针。这4个针目所留下的前半针，我们会拿来钩袖子的荷叶边。接着剩下的2个短针，这一圈也一共7个短针。结束时也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之后第5圈到第10圈，每一圈1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，每一圈也是7个短针。结束时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第10圈结束，断线。我们将线头引到织物内部，并且在第一个短针上放记号扣，填入填充棉。我们将肤色的手掌置于上方，接着在第4圈所留下的前半针，从最右边的前半针开始，引白色的线，钩织荷叶边。引线之后3个锁针，再引拔到下个前半针，一共3次。
荷叶边结束，断线，长线头。我们取一段黑色的线，在第4圈荷叶边的上方，像这样缠绕2圈，再为它打蝴蝶结。这样完成一只手。我们完成2只这样的手，接着我们按照文字解为它钩织它的脚。钩织的方式类似于双手，只是颜色和圈数分配不同。而荷叶边钩织1圈，钩织第1只脚之后，第2只脚不断线，继续2锁针。接着引拔在第1只脚的第1个针目上，将2只脚相连。之后我们围绕着双脚进行圈钩。第12圈，1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，在第1只脚的7个针目上各1个短针。接着遇到中间的锁针链，这里有2个锁针针目，每个针目各1个短针。接着又到第2只脚，第2只脚上7个短针。接着到锁针链的另一边，再2个短针，这一圈完成18个短针。第12圈结束，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接着以黑色钩织后续的圈数。第13圈，我们以3个针目为一组，钩织1个短针、1个加针以及1个短针。1个加针就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钩织2短针，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6次。第13圈增加了6针，一共有24个短针。以黑色钩织到第15圈结束，断线。第16圈重新引白色的线钩织，而结尾引拔在第1个短针的后半针，将头尾相连。第17圈的短针只挑后半针钩织，而所留下的前半针将会用来钩织裙子。以白色钩织到第19圈之后，第20圈1锁针起立不算针数，在连续4个短针之后，接下来的4个针目我们要结合手钩织。我们可以从手做记号扣的地方，从内部穿进针目，再一并穿到主体上，合并钩织短针，连续4个短针。如此结合一只手，这样手这里就会剩下3个针目没有钩。接着在主体连续8个短针，接着是身体的另一侧，结合另一只手钩织4个短针。接着回到主体又4个针目，结尾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结束这一圈。第21圈，同样1锁针起立不算针数，4个短针之后，在手的剩下3个针目上钩织1个短针、1个加针以及1个短针。接着跳过后方主体的4个针目，回到主体继续8个短针。另外一只手也是一样的方式，结尾引拔在第1个短针，将头尾相连。第22圈针数不变，每个针目1短针，一共24个短针。这一圈结束，我们可以先填入一些填充棉，接着进行减针。第23圈1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，接着连续12次的减针。我的减针方式是一次挑起2个针目的前半针，合并钩织1个短针，这样就是一次减针。这一圈减去12针，
一共完成12个短针。第24圈连续6次的减针，每一圈的结尾都是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第24圈结束，断线，从第一个针目重新引肤色的线钩织接下来的圈数，圈都是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，而结尾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而在第38圈织物完全收口前，填入填充棉，头部钩织结束，断线，留10公分长线。我们利用所留的长线，以缝针一一穿过最后一圈的前半针，接着拉紧线头，将这个开口收紧，再藏好线头。接着是她的裙子，我们使头部朝下，从第17圈所留的第一个前半针开始，重新引天青色的线。引线之后，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接着在每个前半针上钩织一个短针，我们钩织3圈短针，这里使用普通短针即可。每一圈结尾都是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以天青色钩织3圈短针结束，下一圈重新引奶黄色的线。第4圈一个锁针起立之后，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，一个短针，一个拉长的短针，钩针穿过上一行所对应的针目，带出线来钩短针，这样是一针拉长的短针，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直到结束。而第5圈则再钩织1圈短针，结尾都是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第5圈结束，断线，藏好线头。接着是她的刘海，以浅灰色锁边起针，基础行11个锁针，接着返回，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，按顺序钩织接下来的针目，从引拔针、短针、中长针一直过渡到长针，连续4个长针之后，又从中长针过渡到短针到引拔针。第1行结束，我们在基础行的第1个锁针上放记号扣，接着第2片头发11个锁针，再返回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钩织接下来的针目，针目的安排与第1片头发类似，而最后一个引拔针会钩织在基础行的第1个锁针上。这是第2条刘海，接着第3条刘海钩织第4行跟第5行。刘海钩织结束，引拔断线。接着是她的头发，同样以浅灰色锁边起针，基础行15个锁针之后返回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按顺序钩织接下来的针目，一个引拔针，一个短针，10个中长针，再一个短针，一个引拔针。这是第1条头发，第2行将织物翻面，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，我们跳过它。接着挑后半针，连续3个引拔针，再4个短针，接着8个锁针，下一行再返回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钩织接下来的针目，完成第2条头发。之后按照这样的模式往返钩织，按后续的文字解钩完，左右会有各2条短一点的头发，而中间会是10条长的头发。第27行结束，继续向左钩织，为它收边，在这些凹陷处钩织1个短针，
先一个锁针起立，一共会有13个凹陷的地方，完成13个短针。短针钩织结束，引拔断线，留大概10公分的长线。我们将线头以缝针一一穿过收边的短针的半针，接着将线头收紧，利用两端的线头打结固定，这样完成它的头发。接着是它的外套，以黑色锁边起针，11个锁针之后进行往返钩织，直到第4行。这里我以天青色来示范。第5行，一个锁针起立之后，连续4个短针。接着这里会是它的袖子，4个锁针之后，跳过4个针目，接着2个短针，所留的洞眼将会拿来钩织它的袖子。接着8个锁针，我们按后续的文字解进行往返钩织。除了第6行与第14行，其他行数的起始钩织都是1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第21行结束，引拔断线。接着任意从另一面，这里会有2个袖口，我们在每个袖口上下各4个针目，加上左右这2个洞眼，我们围绕着这10个洞眼进行短针的圈钩。重新引线之后，1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围绕着袖口钩织3圈短针，每一圈10个短针。钩织结束，断线藏好线头，两边的袖子钩法一样。接着是外套这2条长条的燕尾，我们在这里添加一些细节。这里有4个洞眼，我们从最右侧的洞眼重新引天青色的线，引线之后1个锁针起立，接着连续4个短针。接着引拔断线，再换成奶黄色。引线之后2个锁针，接下来的3个针目各钩1个未完成的长针。最后一次引拔所有线圈，再次引拔断线。外套的2个燕尾以一样的方式钩织，另外还有其他的小细节以及配件，我们可以按照颜色分配以及文字解来完成。而在领结的部分，我们会在左右两侧靠近顶端的这2个针目钩织短针，引天青色的线，引线之后1个锁针起立，接着2个短针。结束引拔断线，藏好线头。而另一侧对称的位置也是以相同的方式完成。接着我们将环起4短针的小花，固定在奶黄色的翅膀中央。最后我们将所有的零部件组装起来，从它的刘海开始，刘海线头的位置与头顶中心对齐，可以用大头针辅助固定。接着以接着剂将刘海固定在额头，刘海弯曲方向顺着头部，用接着剂粘合完，也可以再用大头针帮忙固定住。接着剂干了之后再取下，接着将发带粘合在刘海上方，发带的2端要超过刘海。接着再粘合头发，头发收口的位置置于头顶正中央，并且盖住发带的2端。粘合的时候，这些一条一条的发束让它随意自然的垂坠以及卷曲，以接着剂固定在想要的位置，并且搭配大头针固定。接着为它穿上外套，外套靠近脖子的地方遮出领口的痕迹。接着我们将天青色的裙饰固定在裙子上，
而带有小花的奶黄色翅膀则固定在背面外套下摆的中央。而利用领结的线头，像这样穿缝在领口的门襟，将它固定在胸口。接着是白色的头饰，将它固定在右方第2缕的头发上，并且取一段黑色，在它的下方绑一个小蝴蝶结。最后是它的脸部表情，我们可以先以大头针决定眼睛的位置。我以绿色的4股牛奶棉拆成2股，为它绣上豆豆眼，两眼的距离6个针目。接着以粉色为它绣上嘴巴，再取一股绿色的线为它绣上眉毛以及嘴部的线条。这样这个 Q 版的流萤就完成啦，带着它无畏的向前行吧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集见咯，拜拜。